欢迎来到抓紧被脚捂好腿系列2022最新万万恐怖片头七来了。我大致估算了一下，整部影片大致能吓人23跳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春华兼职了一份夜班，在便利店做售货员。这天夜里，奇怪的事发生了。拜拜，谢谢光临。自动门开了，却没有人。春华以为是门故障了，便没有在意。但很快，2楼也传来怪声，春华便上去查看，打开灯。这吓了春华一跳，打开手电筒查看，身后出现一个老头的身影，猛地回头，人影又消失不见。很明显，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。突然，一只手伸了出来。原来是个噩梦，他也没办法，同时打了3份工，实在是熬不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又骑着摩托送外卖，晚上到家又做着手工计件。他之所以这么拼，是因为他的女儿小轩得了肾病，必须尽快做肾移植手术，否则小轩将性命难保。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独自抚养女儿，春华真的很辛苦。这天夜里，春华接到一通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家一趟。他刚想拒绝，电话里都说是他的爷爷去世了。春华虽然跟父亲闹矛盾，离家出走，但是爷爷对他还是不错的。他准备带着小轩回去看看。路上是春华的小叔过来接他们。小叔和春华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两人到了家里灵堂，法师正在诵经。父亲几人跪在灵堂前，听见声音，他们看向春华两人，是春华的父母还有姐姐姐夫，他们面色没有任何变化，显得有点尴尬。春华带小轩准备先放行李，他轻车熟路来到自己以前的卧室，房间布满灰尘，已经很久没人打扫了。他们准备在这里先过一夜，而没想到这天晚上就发生了怪事。小轩正整理衣服，突然窗口黑影一闪而过，小轩跑出去看。小轩在家里到处翻找那个影子，他往床下一看，果然发现一只大黑脚。小轩被吓到了，手也不知何时被咬了一口。听到大叫时，春华急忙赶来，可哪里有牙印。此时春华的父亲来了，问他回来干嘛。父亲说你跟我们家已经没有关系了。可春华坚持要送爷爷最后一程，待到头七他自然会走。第二天，春华去看爷爷，想起小时候爷爷对自己那么好，他不禁流下眼泪。到了中午，他和女儿去餐馆吃饭时，听到隔壁桌有人在谈论自己家闹鬼，还说自己家不干净。另一边，自己的家人正在商量着一定要在头七之前将春华和小轩赶走，不禁让人奇怪，为什么要赶走？如果头七时没走又会怎么样？一家人祭拜的时候，他的姐姐冷笑着，爷爷过世才回来，是想分遗产的吧？但被春华怼了回去。晚上，小轩在灵堂帮阿祖折莲花，发现棺材盖的布掉了下来，小轩壮着胆子将布盖了上去，可刚一回头，那布又掉了下来，小轩吓懵了，缓缓回过头，他准备替阿祖重新盖好，可下一秒尖叫声引来了小叔，小轩喘着粗气说有鬼，叔公安慰他，有鬼也是你的家里人，是不会害你的。晚上睡觉时，门突然开了一条缝，春华出去查看，不知不觉来到阁楼仓库，发现了以前拍的全家福，他觉得父亲有些异样，于是盯着看。这一下让全家福不小心破碎了，似乎在预示着什么。另一边的小轩也感觉到床在晃动，他还以为是妈妈在摇床，翻了个身，被子突然被拽走。小轩惊醒，四处看看，哪里有妈妈的影子。此时身后的衣柜突然自动打开，春华听到吃东西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只见一个女人疯狂吃着生米，并且露出长长的舌头。春华被吓了一大跳，转身拿起水果刀对着女人，女人突然不动了，下一秒春华吓得跑进小树林，他摔倒在地，可刚一抬头就发现一双悬浮的大黑蹄子。另一边的小轩打开柜子查看，并无异样，可一转身，旁边的镜子里突然出现一个鬼头。母亲春华也跑了回来，扶着小轩便开始躲藏。路上那只阿飘一直跟着他们躲到了床底下，然后屏气看向门缝，眼看啥都没有，春华刚松一口气，突然还好自己及时捂住了嘴，阿飘缓缓向门口走去，本以为他要开门出去，可谁知他又转过身走了回来。春华吓得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他一转头，春华再次惊醒，难道又是梦？为何却如此真实？这时小轩突然说他也做梦了，春华问他梦到了什么，小轩说他梦到了这个房间有鬼，跟春华的梦不谋而合，怎么可能会这么巧合？春华意识到可能真的有鬼，小轩太害怕了，说想回家，但春华坚持待到头七，直到姐姐和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你真的很不要脸，要钱就要钱，说的一副很爱阿公的样子。滚！我永远都不想要再看到你。你们那么想要我走，我走总可以了吧？很快两人收拾好行李来找小叔，小叔却偷偷和小轩说了当年春华为什么离家出走。妈妈的心里一定是想送完爷爷的吧，于是他和妈妈说他决定待到头七，春华同意。今晚便是头七，晚上小轩喝了小叔给的水，时辰到了，春华还没来，他们决定不等了。祭拜时，小轩突然感觉眼前头晕眼花，然后法师开始对小轩下手，小轩被捂晕死过去。而同一时间，春华来叫父母等人去祭拜，但几人却坐在那一动不动。下一秒
小叔的声音让春华回过神来，他将春华扶起，可在路上，小叔的表情变了，他突然拿起绳子将春华的脖子勒住拖走。春华在树林中醒来，一眼就看到了父母还有姐姐姐夫4人被吊死在树上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原来父母他们早就死了，之前看到的他们都是鬼魂，之所以要赶走春华是因为想救他，这一切都是那个法师搞的鬼，而幕后主使就是小叔。春华哭着问小叔为什么这么做，小叔面目狰狞地说出真相，原来是老爷子死后遗产1分没有给他，因此他才怀恨在心，联合法师朋友将所有人都害死。小叔将绳子上树，准备将春华也给吊死。你们全家都是被我吊死在这里，也算是一种一家团圆吧。头七是华人地区的丧葬习俗，指的是人去世后的第6天晚上到第7天凌晨，也就是子时，游荡的魂魄会回家，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死亡，随后引渡阴间。在小轩被法师5晕以后，正想给予致命一击时，钟响了，今天正是头七，子时已到。爷爷游荡的魂魄有了意识，发现自己后代都没了，大发雷霆，在法师的面前凭空出现脚印，法师知道是老爷子来了，法师有些害怕，他知道头七这天鬼魂力量大增，于是试图讲道理。这条头洗就好好饲好啊教啦。我哪是你将你的囝呢啊！你大细心呢，你敢知道兄弟偌痛苦的？你有做一世人呢。眼看老爷子不吃这套，他对自己也有些自信，开始做法。技术上给我请套地断龟，对先跟。空气突然变得安静，法师还以为爷爷被自己逼退，笑了起来。可下一秒灯就黑了，他显然低估了老爷子的实力。法师打开手机相机，直接扫描到了人脸。法师直接被吓尿，突然爷爷一招黑虎掏心送法师见了阎王。小轩也醒了过来，看到了阿祖，阿祖缓缓退回到遗像中，他明白是外曾祖父救了自己。与此同时念一遍。小叔看春华彻底断气，于是走掉。可这时老爸的鬼魂突然出现，看着女儿，他想起了曾经。是谁？叫他来。是谁不重要，我会自己养。书都没念完，你养什么小孩？叫他出来负责。你知道人家会怎么看你？去拿掉！看我，爱面子人是你吧？小花，你就听爸爸的吧。你自己的女儿都没管好，给谁睡了都不知道。谁叫你站起来的？我以后靠我自己可以了吧？和春华离家出走后，老爸又一直挂念着他，经常偷偷去台北看他，有时候会坐在春华的房间发呆，看着春华，老爸叫了一声，绳子应声断裂，春华掉到地上醒了过来，他至今还不愿意相信父母已经不在了。老爸依然让春华快走，春华不明白，因为小叔要杀他才赶自己走，为什么不直接跟自己说？而下一刻，姐夫用行动回答了直接跟他说的后果，因为我们。那就是灰飞烟灭。原来小叔的控灵术比法师还要厉害，他才是真正的大师。所有人皆被发怒的小叔弄得魂飞魄散，最后老爸也中了小叔的破伤风之刃。虽然被春华推开，但命运已然注定。小叔拖着春华的腿准备掐死他，却被春华反击成功。看着飞走的老爸，春华只是一个劲的哭。回过神来的春华准备报警，但身后的小叔却没死透。不久，小叔满脸是血的回到灵堂，小轩还在这里。看来结果是春华输了。小叔将2人都关到了后备箱，可准备倒车时，发现摄像头出现一个人影，往车后看，啥都没有呀。摄像头上人影也没了。小叔鬼使神差掰过后视镜，下一秒，车里传来小叔的惨叫声，一心想驱鬼的人终被鬼杀。后来警察发现了母女俩，可惜的是春华再也醒不来。小轩最终移植了春华那健康的肾脏，获得新生。只是最后那抹诡异的神情不禁让人遐想。这部恐怖片告诉我们，无论你和家里闹得多僵，在父母的眼里，你永远是他们的孩子。常回家看看吧，不要像春华那样失去后再后悔莫及。